就这不起眼的干燥剂，利用好了居然这么厉害，作用真是花钱都难买，真想把以前扔掉的都捡回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说到干燥剂啊，它作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之一，无论是买衣服、鞋子还是买食品，里面呢多多少少总有几小包干燥剂，却也能常常被我们忽视。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将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扔掉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您就错过了一个可以让您的生活更方便、更舒适、更美好的神奇物品。自从知道了干燥剂的这几种妙用，真的发现我的生活里简直离不开它。干燥剂呢，其实是一种能够吸收水分的物质，它可以有效地保持物品的干燥和新鲜，延长物品的保存期限。但是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，它还有很多您意想不到的妙用，可以帮您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小问题，甚至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趣、更有创意。一起往下看。妙用一：保存大蒜。吃饭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；吃肉不吃蒜，营养减一半。大蒜作为调味品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特别是我们北方的朋友，生猛到可以生吃大蒜，所以大家呢都会在家中常备大蒜。然而大蒜不易保存，如果存放不当，很容易出现发芽或发霉的情况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干燥剂来保存大蒜。可以将买回来的大蒜呢放在一个可以密封起来的容器里边，或者是塑料袋中，再将干燥剂放入装有大蒜的罐子里边。干燥剂呢就可以吸附罐子内的湿气，使大蒜处于一个干燥的环境中，这样大蒜呢就不容易发芽变质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都会在家中常备干货，比如绿豆、黄豆、花生米、干香菇、干木耳等。然而这些干货易受潮、发霉、长虫子，特别是在雨水较多或者是空气潮湿的季节。为了有效保存这些干货，我们同样呢可以使用干燥剂来吸潮，使干货保存干燥，从而延长保存时间。只需要将干燥剂放入存放干货的袋子或收纳罐中，然后扎紧袋口。干燥剂可以有效地吸附空气中的水分，保持干货的干燥，防止受潮、发霉和长虫子，也能够使干货保存的时间更长了。妙用二：放入调料盒中。一年四季，一日三餐，总是离不开柴米油盐的。由于厨房里边呢经常做饭，潮气很大，调料盒里的盐、鸡精等很容易因为没有拧紧盖子而渗入水分结块，或者是变得黏黏糯糯的，吃起来不仅味道改变，看着也不好受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主要是因为调料受潮进入了水分所导致的，特别是鸡精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。想要解决调料结块或者是变得黏糯的问题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几个零食当中的干燥剂，将它们丢到调料盒里。打开零食包装，零食可能会缺斤少两，但干燥剂绝对不会缺席，所以呢我们就取零食中的干燥剂即可，将它放进去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就这样不用管它。放几天之后，调料结块的部分呢就会自动恢复，而且呢可以如此反复使用，这样我们的调料呢就可以一直保持干燥了。妙用三：保护电子设备。比如家里有却不常用的相机。这个情况玩摄影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清楚。相机是一种非常精密的电子设备，它的内部结构非常复杂，对于水分和温度非常敏感。如果相机潮湿了，可能会导致镜头模糊、电路损坏、功能失效等严重后果。那么我们不妨将干燥剂放在相机包里，就可以很好的保护相机了。同时相机应该放置在通风干燥处，不用放置潮湿的地方，并且避免阳光照射。以前碰到阴雨天呢会让人比较头疼，自从利用食品袋的干燥剂和单反相机放在一起，就发现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吸收潮气，保持相机和镜头的干燥，这样拍出来的片呢就不会出现灰蒙蒙的现象了。像家中的许多电子设备会因为家里过于潮湿，
出现受潮影响后续使用。而食品干燥剂主要成分为氧化钙、硅胶、蒙脱涂等，具有很强的吸水性。我们只需要将这些电子设备与食品干燥剂一同存放，就能起到防潮的大大效果。例如将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等和干燥剂一起存放，能有效避免受潮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妙用4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穿了一天的鞋子，回家后发现鞋子里湿漉漉的，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。这是因为鞋子里吸收了脚汗和水分，导致细菌滋生和鞋子变形。如果您想让您鞋子保持干燥和清爽，那么您可以试试用干燥剂来祛湿除味。直接把干燥剂放在鞋子里，尤其是鞋头和鞋跟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把鞋子放在通风的地方。第二天早上，您就会发现您的鞋子变得干爽舒适，气味也消失了。我们也可以囤积起来呢，放在鞋柜里。这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特别实用，因为南方经常下雨，空气潮湿，回南天的时候简直不要太好用哦。妙用5，衣柜去霉味。一般家庭呢都会有几个衣柜用来收纳我们的衣服，而且为了防止污染，我们也总是会把衣柜门关上，这样呢就使得衣柜处于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。但长时间的封闭环境会使得我们放在衣柜里的衣服受潮发霉，特别是阴雨天的时候，衣服拿出来摸起来还感觉是潮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衣柜里面呢放上几包干燥剂。干燥剂可以吸附衣柜里面的潮气，使衣柜里面的空气变得干燥，这样我们放在里面的衣服就不会发霉，更不会产生异味了。您都学会了吗？如今市场上的干燥剂成分多样，如果想要使用这些干燥剂小妙招，我们就要先学会分辨这些干燥剂的成分。现在市面上依旧还有石灰干燥剂，如果您打开零食包装，发现干燥剂小袋子已经鼓鼓地膨胀起来了，这种干燥剂就一定是生石灰干燥剂。生石灰干燥剂是通过化学方式进行干燥的，在干燥过程中会释放热量，干燥剂袋子内的空气就会受热膨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种干燥剂还是扔掉为好，不要用在生活小妙招里了。剩下的我们能在零食里见到的干燥剂呢，干燥原理呢都是物理吸附，也就是自身颗粒的表面积吸附住水分子，安全无害。除了能直接在包装袋上看到干燥剂的成分，摸干燥剂的袋子也能分辨出来是用的什么材质，只要不是用生石灰材质，就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这些干燥剂呢都是采用物理吸附的方式，并且具有无味无腐蚀性的特点，化学性质也很稳定，不会轻易变质，可以放心使用。您记住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，学会了有空试一试吧。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